我叫刘婉晴，是一名律师。3天前，我和我儿子刚搬到这个小区，此刻的我还不知道，我的儿子将会被人污蔑成强奸犯，而我也将身败名裂。儿子，躲哪儿去了？脸都不让妈妈看了。你刚到青春期，性子急，很容易冲动犯事儿的。妈妈呀，是怕你在外面吃亏。好了，妈妈快到了，一会儿见。刘婉晴，儿子侵犯了我女儿，今天你必须要给我个说法，否则我绝不会善罢甘休。张姐，你这是……你还好意思说让你亲生儿子滚出来？你儿子把我女儿侵犯了。3天前，邻居张姐和她女儿还热心地帮我搬家，现在这是闹哪出？这臭小子怎么什么东西都乱扔啊？现在的孩子就是不让人省心。对了，你儿子今年多大了？我儿子算算，今年应该有18岁了。18，真是巧！我的女儿朵朵呀，今年也刚满18，真是缘分。张姐，你误会了，我向你保证，我儿子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儿。有脸像，姓刘的，我的朵朵才刚满18岁，就跟刘可乐那死变态糟蹋了。今天要不让你儿子跟我女儿道歉，外加赔偿我女儿200万的精神损失费，要不我让他牢底坐穿。我儿子他，哎呀，你们肯定是搞错了，我儿子没有侵犯张朵朵，他也不可能侵犯张朵朵。不可能啊！姓刘的，就拿你的狗眼看看朵朵身上的伤，青一块紫一块的痕迹，就是你的儿子弄出来的。朵朵才18岁，这些都是可乐哥弄的，他还威胁我说我不脱衣服就掐死我真的好害怕。不可能，可乐虽然脾气是暴了一点，但他绝对不可能把人弄成这样。你们真的是搞错了，我们家可乐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不要脸，自己的儿子干出丧尽天良的事儿，还嘴硬呢。这女的穿金戴银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上梁不正下梁歪。小姑娘真可怜，年纪轻轻的就遇上这种事儿，一辈子的阴影啊！刘阿姨，这明明就是可乐哥做的，你为什么不肯认？我才18岁，我以后怎么见人？你让我以后怎么活？姓刘的，你也是有孩子的人，你怎么能这么铁石心肠？如果今天受害的是你的女儿，你还能这么冷漠吗？幸好我是个律师，明白凡事都得讲逻辑。你们在给我儿子泼脏水之前，能不能好好调查一下我和我儿子？以我儿子的行为逻辑，根本就做不出这种荒唐的事儿。这个女人真是无可救药。当妈的都这么无耻，儿子能是什么好东西？那可不是嘛！为了包庇儿子，连基本的良知都泯灭了。朵朵别怕，当着大家的面说说，我的畜生儿子刘可乐是怎么欺负你的。现在不是旧社会，大家会为你做主的。昨晚我补习完下课回来，在小区门口碰到了可乐哥哥，他说他喜欢我，我不理，他就会从后面抱着我，他的力气很大，我根本挣脱不开，他把我带到了天台上，死死地摁着我，他还威胁我说，要是不脱衣服，他就掐死我。他说我的脖子好疼，我害怕，我就脱了，那就，大家听听，这是人干的事吗？刘可乐，他就是个畜生，不，他连畜生都不如。如果我儿子能糟蹋人，哪怕是母猪也能上树，江河也能倒流了。张朵朵，说谎好玩吗？说谎？谁会拿自己清白来说谎？你为什么非要这么狠心逼我？你自己看看我身上的伤，看看你儿子，你怎么折磨我的？够了，刘婉晴，你没有证据就说我女儿撒谎，有你这种丧尽天良的母亲，你儿子才会干出这种事。我是看出来了，你们今天是笃定要往我儿子身上泼脏水，不达目的不罢休是吗？你搞清楚，是你儿子欺负我女儿在先。如果他什么都没做，我们怎会平白无故把石头赖到他头上？如果你们见过我儿子，就不会这么说。
仔细想想，我和我儿子搬家那天，张家母女自始至终只见过我，也正是因为他们只见过我，所以才敢把罪名安到我儿子头上。你儿子是什么香饽饽吗？我女儿非要上赶着拿自己的清白去污蔑他。我今天见过可乐哥哥，我去上补习课的时候，刚好看见他从家里出来，我们一起走出小区。他说他叫刘可乐，是新搬来的邻居。姓刘的，你别以为在这里胡搅蛮缠就能给你儿子脱罪。朵朵见过你儿子，连姓名都知道，你们别想狡辩。你们如此信誓旦旦，不就是因为小区门口和顶楼天台是监控盲区，所以才敢如此肆无忌惮地编造谎言吗？姓刘的，别在这里混淆视听。我女儿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她身上的伤都是证据，所以给你儿子定罪。定罪靠的是证据链，单凭一方指认就可以定罪的话，那还要法庭，还要律师，还要完整的证据规则做什么？你这个女人简直不可理喻，都到这个份上了，还强词夺理呢。怎么被侵犯的不是他孩子？就是，当妈的都这么贱，儿子果然是畜生。各位，真相如何尚未定论，你们不要被人当枪使了。我们被当枪使，明明是你儿子干了坏事，还想狡辩。就是，人家一小姑娘家，怎么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啊？看来在真相被揭穿前，无论我说什么，他们都不会信的。姓刘的，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证据不足无法定罪吗？现在你就睁大眼睛看清楚了，证据摆在你面前，你还能怎么狡辩？我手上的这份证明是从我女儿朵朵身上提取到属于刘可乐的体液证明。这份报告显示，在我女儿的衣物及身体相关部位均检测到了与刘可乐高度吻合的 DNA。铁证如山，你还有什么话好说？真想不到，你们为了往我儿子身上泼脏水，竟然做到了这种地步，连证据都伪造出来了。伪造？刘婉晴，这份报告由市医院出示，且盖有公章，具有法律效力。你说伪造就伪造？要不是我清楚我儿子到底是什么样，恐怕真要被他们骗了。报告是假的，我不信。我的证词你不认，体育的报告你也不认，你们怎么能这么无耻？是不是非要逼我去死里才满意？朵朵，朵朵，不要拦我！我的千百美啊！我这辈子我也不想做人了。如果我能用死就还我自己一个公道，那我也值了。朵朵，你不要干傻事！你妈走得早，你要是有个好的，你让妈怎么活呀？刘婉晴，你今天要是不拉你儿子认罪，我就死在你面前，做鬼也不会放过你和你儿子。气死我了！刘可乐这个畜生必须牢底坐穿，看把这母女俩害成什么样子了。 DNA 都对上了，还想抵赖，真不要脸！大家快来看呀！当妈的包庇畜生儿子，我马上就把你发到网上，让大家来看看你丑恶的嘴脸。我再说一遍，我的儿子做不出来这种事情。我自己的儿子我了解，就这么说吧，我儿子刘可乐，他根本就不是一个正常人。不是正常人，可笑，不是正常人，那是什么？是唐氏儿吗？还是有机构鉴定的精神病？持证上岗啊？都不是，随便你怎么想，但我儿子无论从心理上还是生理上，都无法做出侵害张朵朵的事儿。你怎么还在狡辩？他明明昨晚那么凶，怎么可能不行？要证据，我没有，但我有别的证明。什么证明？我的证明就是我儿子自己。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让他过来作证。赶紧叫你儿子出来认罪，和朵朵当面对质，我看他怎么抵赖。妈，把我儿子带过来。在我儿子来之前，我最后再问你们母女一次，你们是否笃定是我的儿子侵犯了张朵朵，并且要求精神赔偿200万？没错，200万，少一分都不行。
好，你们不要后悔，我儿子来了。怎么会这样？婉晴，这可乐太不听话了，在家里闹腾的不行。你妈我带狗比带孩子还累。怎么是只狗啊？怎么都不说话了？不是要见我儿子吗？我儿子来了。刘可乐是一条狗，你拿狗当儿子不行吗？我没儿子，我拿可乐当儿子不行吗？我倒是想请问一下二位，我的狗儿子是怎么把一个大活人拖上天台实施侵犯的？什么情况？可乐侵犯人？我一会儿跟你说。你胡说八道！刘婉晴，你当我是傻子吗？随便弄条狗来就说是你儿子，谁信？真正的刘可乐早被你藏起来了。没错，我是真的被侵犯了，这些就是证据。我就知道你们会这么说。妈，证件给我。好嘞。这个是养犬登记证，犬名刘可乐，上面记录了从满月到现在所有的体检。我的手机里有1000多条视频，记录了他从小到大的全过程。你们要是还不相信的话，妈。可乐，纸巾。可乐，萝卜。哎，真棒！这狗还真叫刘可乐。看这默契，确实养了挺久。大姐，你确定侵犯你女儿的是个叫刘可乐的男性吗？是啊，大姐，因为我们在这骂了这么久，结果你自己却搞错了。就是。我女儿不会撒谎，这其中一定有什么猫腻。丫头，老老实实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疼！你不是说那是刘可乐吗？啊，这怎么是一条狗？害得老娘在这里丢人现眼，你是想气死我吗？我没说谎，我真的没说谎。你还撒谎！狗能侵犯你啊？狗能说话？不是狗，是人，是个男的。妈，之前我不敢说，是因为我是昨天才开始的。什么意思？那个男的欺负我，不仅仅是昨天，其实已经1个多月了。张朵朵，你编故事也要有证据，我才搬过来3天。我没编，就是1个多月前，那时候你在装修，那个男的就在屋里，他说他是你的儿子刘可乐，我亲眼看见他拿着钥匙进了你家的门。这1个多月，他经常在小区门口堵着我，把我拖进了你家里。妈，我害怕，我不敢说，直到昨天晚上他想杀了我，我才敢跟你说的。大家都听到了吧？好你个刘婉晴，原来是早就把人藏好了，拿条狗来当挡箭牌。我如果没猜错的话，你是故意让你儿子和狗重名吧？你可真会给自己圆逻辑，可惜啊，像你这种连基本事实都无法自洽的陈述，在法律上连进入质证程序的资格都没有。说的自己像个律师一样，你敢不敢让我们进你家里去搜？你要是不肯，那就是心里有鬼，包庇罪犯。张帆，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蹬鼻子向脸。好，老子成全你，但是我丑话说到前头，要是你没有搜出来，你们就是聚众闹事，会让你牢底坐穿。出来，给我出来，别躲了。婉晴家里怎么会没有男人生活的痕迹啊？上次搬家，我明明还看到有一条男士内裤来着。找到了！大家都看到了吧？啊，是男人的内裤，还是穿过的。刘婉晴，你不是说没藏男人吗？这内裤哪来的？不
是吧？我刚发的视频，这都上热搜了。不行，我得开直播，抓好这波流量。你为了栽赃我，什么话都敢说。怎么心虚了？刘婉晴，心虚了就赶紧承认。心虚？妈，我嫌女士内裤不好穿，买点男士内裤怎么了？我舒心买的内裤怎么不见了？原来是可乐这个调皮的捣蛋的孩子，随便乱叼个东西。当我是3岁小孩那么好骗吗？你和刘婉晴是一伙的。不信是吧？这是我的购买记录，你要多长时间都有。你那够没有？你带那么多人闯进我家，这可是非法侵入住宅罪，数罪并罚。你打算怎么赔偿我？还是说你已经准备好牢底坐穿了？好痛！血，哥哥流血了！妈，帮我一个忙。病人怀孕1个月了，因为惊吓、情绪激动导致先兆流产，血暂时止住了，但是胎儿很不稳定，病人不宜移动，建议在家静养保胎。震惊我全家！家人们，这反转你们看到了吗？下面由我全程为大家直播，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来了来了！我盲盒了一下，这个姓刘的好像是个律师，挺有钱的。不过谁知道他是不是靠什么不正当的手段挣钱？反正不是什么好东西。就是，医生都说人小姑娘怀孕了，那还能有假？大家都听到了吗？我女儿真的怀孕了。我作为一个母亲，我想要为女儿讨回公道，我有错吗？难道我的女儿就活该被人白睡吗？可怜天下父母心，会有哪个母亲会用女儿的清白来诬陷别人呢？是，要我看，这事儿就是姓刘的他儿子干的，他怕他儿子入狱，所以才拒不承认。张芬，就算你哭，也掩盖不了你犯罪的事实。即使你的女儿是受害者，冤有头，债有主，你应该去寻找凶手，而不是赖在我这儿。就是在你家出的事儿，就是你儿子。妈，你救救我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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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注意你的措辞，我不认识你。如果你再胡乱认亲，我可以单方面告你诽谤。妈，我不好了，我这堵到肚子还得是我的，我是你的亲儿子，你不能见死不救啊！妈，我错了，对不起妈，你一直说我性子急，说我以后肯定会犯大事，我现在都知道你说的是实话。现在古国的事情上了热搜，我现在被全网指责，我不能再逃避责任了，妈。不管你是谁，请你立刻滚出我家。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我这辈子只结过1次婚，而且离异了，更没有生过孩子。妈，你忘了吗？年轻的时候为了创业，生下之后跟我爸就离婚走了。上个月你找到我，觉得亏欠我，为了弥补我，又给钱又给房子钥匙，让我随便住。要不是我从小缺爱，缺少教育，我也不能犯这么大的错误呀。生而不养，配当妈妈，怪不得儿子变成这样，原来是有样学样啊！我就说这姓刘的不是什么好东西吧？要我说，这种女人就应该千刀万剐。生而不养，养而不教，你的野种祸害了我的女儿，你现在还在这里装无辜，你简直就是罪魁祸首。编故事也要讲证据吧？你说你是我儿子，你就是我儿子吗？妈，你忘了吗？你上个月从我爸那把我接回来，还带我去做了亲子鉴定，说是有了这个鉴定报告，方便我以后继承你的遗产。你看，你们也看。鉴定结果支持刘婉晴是刘强的生物学母亲，侵权概率99.99%，侵权概率99.99%。铁证如山，刘婉晴，你还有什么好说的？赔钱，还有保胎费、营养费和抚养费。要是不赔钱，你们就等着给我坐牢吧。你看。
公章清晰，格式规范，数据详实，这专业程度绝不是张芬这种人能做出来的。看来是有人下血本给我做了个局啊！你说，这份报告是我1个月之前带你去做的？是啊。好，既然这样，你应该不介意再做一次吧？什么？为了让你这个儿子名正言顺、认祖归宗，咱们当场直播再验一次。如果是真的，我把我所有的资产都给你；如果是假的，我会让你牢底坐穿。敢吗？怕什么？真金不怕火炼，你是他亲儿子，还能验出假来？验就验，我是你身上掉下来6，就算验100次，我也是你亲儿子。好，有种！为了公平起见，我们去找我们全市最权威的鉴定机构上门采验，给点钱，半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出结果。行。其实我也不想把事情做得太绝。刘婉清，做人得讲良心。你儿子侵犯我女儿是事实，难道你要逼死我们一家才甘心吗？听我一句劝，你就认个错，给够赔偿，生下朵朵肚子的孩子，我们也不是不能原谅你。儿子虽然不争气，但毕竟是亲生的，把孙子认下，一家人和和睦睦过日子不好吗？赔了钱啥事儿都没有。我看这姓刘的就是不想赔钱，有钱人都是这么自私啊。不得不说，你演的还挺好的，但是敲诈勒索罪的构成扣的不是演技，而是主观意图和客观行为，你2样都超标了。收着。刘婉晴，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到时候结果出来，那就是铁证如山。到时候就算赔了钱，痛了心子，也照样能淹死你。张芬，话别说太满，谁会被淹死还不一定。妈，你这又何必呢？都说家丑不可外扬，你又何必多此一举再验一道呢？结果还没有出来，你别叫我妈，我也没有你这种便宜儿子。死鸭子嘴硬，我看你装到什么时候！出来了，鉴定结果出来了。经过快速 STR 分型比对，样本 A 与样本 B 的累计侵权指数大于1万，结论是支持刘婉晴与刘强存在生物学亲子关系，匹配度99.99%。天哪，真的是母子！我就说是真的。刘婉晴，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妈，现在证据确凿，我知道我错了，但是朵朵肚子里的孩子可是你的亲孙子，你不能不认吧？我说了，你不是我儿子，你要再敢叫我一句妈，我现在就拟律师函，让你后悔都没地方悔。大家都看清楚了啊，铁证如山，这个女人还要翻脸不认人，这种女人连自己亲儿子都不认得多死，就该进猪笼。99.99%，好一个铁证如山！科学不会撒谎，但人会。你什么意思？报告都出来了，你还想抵赖？报告上说我们的关系是母子，但我的身体却告诉我，这绝对不可能。他又想耍什么花样？这个是我前几天在省人民医院做的体检报告，妇科那一栏写的什么？妇科检查，前膜圆润，边缘整齐，未见破裂，医学判定完璧之身。我操，完璧之身！亲子鉴定是亲妈，妇科检查是完璧啊！无性繁殖，圣母玛利亚。都听见了吗？我一个黄花大闺女是怎么生的一个便宜儿子？王医生，既然我是完璧之身，那你那个99%的亲子报告是哪儿来的？可能是个例，也有可能是那种
骗子！他在撒谎，大家别信他。这份报告绝对是假的，是他花钱买的。可是这不是三甲医院的公章吗？这怎么买啊？怎么不能买啊？他连狗都能说是儿子，花点钱买个假报告算什么？而且你自己说你结了婚又离异了，骗鬼呢？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他为了想赖掉亲生儿子，竟然伪造这种不要脸的假证明。你说我这份报告是买来的，那你之前关于我儿子的体液报告，还有我这个便宜儿子的亲子鉴定报告，我是不是也可以说你们是买的？我是不是也可以说你们是买的？反正这世上不可能有结了婚又离了婚，还是黄花大闺女的事。当年离婚的时候答应过他，绝不透露他的秘密，那是他作为男人的尊严。这是我的个人隐私，与本案无关。这份报告是真的，你们可以去查验。隐私？我看你是心虚了吧，编不下去了吧，露馅儿了吧？明明生过孩子，还非要装什么黄花大闺女？哼！大家看看这个虚伪的女人，为了不负责任，连这种谎都撒得出来。妈，你就别装了，你承认生下我就这么丢人啊？再说了，我都多大了，你还说你是黄花大闺女？不太像啊，你这……恶心！黄瓜刷绿漆，为了逃避责任，脸都不要了。你也别死撑了，要么就承认这份报告是假的，把儿子认领回去赔钱，认下你孙子；要么你就向我们大家证明，你那个前夫为什么没碰你。总不能是你的前夫是个太监吧？谁说他在撒谎？你谁呀？少管闲事。这份报告是真的，因为我就是那个从未碰过他的前夫，因为我就是那个从未碰过他的前夫。你怎么来了？你的事情上了热搜，我在公司刚好看到，担心你出事儿，所以赶快过来了。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让你见笑了。这才不是什么笑话，因为这是一场有预谋的污蔑。我如果再不站出来的话，怕是让某些有心人计谋得逞了吧？跟各位介绍，我就是刘婉晴的前夫顾言，这是我的离婚证。前夫又怎样？前夫就能证明他是完璧之身？5年前，我和婉晴结婚，因为我的身体患有先天性身体机能障碍，在法律层面上讲，我们是夫妻，但在事实层面，我们从未有过夫妻之实。这段婚姻本质上是我自私的需要一个挡箭牌而已。但是婉晴为了维护我在家人、在社会的尊严，守口如瓶整整5年。离婚时，她净身出户，没分走1分钱，仅仅是带走了那条狗而已。在我眼里，婉晴就是最善良、最有原则的女人。但是这样一个重情重义、守身如玉的女人，怎么可能是你们口中所说的那种生活混乱、弃养骨肉？天哪，好感人！这是什么神仙前妻？那黄毛是谁啊？亲子接爹又是怎么回事？这不可能，他们是一伙的。你说话呀！你们是他儿子。他不是我爸。对，我爸不是他。虽然我不知道我妈是不是脚踏两条船，但是这亲子鉴定是真的。我就是我妈的儿子。我再说一次，我只结过1次婚，顾言就是我的前夫，而你也不是我跟顾源生的孩子。王医生，既然弄不清楚，那你应该好好解释解释。我一个清白之身，却被你验出是怎么生出这么大的废物儿子的？还是说你发现了人类无性繁殖的新物种，还是什么其他的？我倒是想好好听你说一说。可能是仪器误差，即使是 ST2 分型，也有可能出现突变，或者是样本污染。误差、污染？我听说专业的亲子鉴定中心的医师都是有执照的，请你出示一下你的证件，好为你的说辞增加一份可信度。
我怎么拿不出来吗？你说拿就拿，你以为人家王医生是你的狗儿子啊？这么听话？王医生，你紧张什么？这是我的私人物品，你无权。定金了断，事成之后为婚4了，务必坐实亲子关系。证据确凿。王医生，如果你现在说出真相，可以算你自首；但如果安保队的人来了，那你的下半生就在牢里度过吧。我说了，有人花钱让我配合的，他说只是吓唬吓唬你，做个假报告，帮他母女要点抚养费。没想到真的会闹这么大。是谁指使你的？是陈律师，是张飞的代理律师，这钱就是他给我的。你胡说，我根本不认识什么陈律师。事情怎么样了？我在外面等着呢，需不需要进去帮你收个尾？你想跑？你想跑到哪儿啊？顾言，这里交给你了，看好他，我去会一会那个陈律师。我陪你过去。不用，对付这种人，我有办法。事情都弄好了，陈律师真是好大的手笔，伪造亲子鉴定，教唆他人敲诈勒索200万，送我上热搜，害我被人唾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好像和陈律师无冤无仇吧？刘女士，今天的事儿可能就是个误会，我受张芬女士所托，只是帮她解决一些纠纷。至于你所说的，我不太清楚。那王医生包里的现金，还有那张写着你名字的纸条，也是误会吗？这可能是栽赃陷害吧？是不是栽赃陷害？我自会查清楚。我也是律师，我送过不少人进监狱，但如果让我发现是你的串通仪器在搞鬼，那我不介意多送几个。刘小姐说笑了，如果你觉得是我在从中作梗的话，那我大可以陪你一起回家，向广大网友解释清楚，这就是个误会吗？好，我倒想听听你是怎么解释的。婉晴，你让妈打听的事儿，妈都给你打听清楚了。那对姓张的母女呀，挺穷的，几天前突然就在咱隔壁租下了一套别墅，和咱们当邻居。我看他们呀，八成是想讹你。果然跟我想的一样，有人处心积虑的给我做了个局。王医生是吧？你确定是我花钱收买你做假的亲子鉴定的吗？不是，是我记错了，是他收买的我。都是我的错，与其他人无关，是我让朵朵怀孕的。但我确实不是刘婉清女士的儿子。1个月前我送外卖路过小区，一时虚荣心作祟，所以才冒充刘婉清女士的儿子，才发生这件事情。都是你，要不是你骗我，说你是刘婉清的儿子，事情也不会闹到这个地步。好啊，你这个丧良心的，你玷污了我女儿的身子，你还欺骗我女儿，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所有热心正义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朵朵的代理律师陈浩。想必大家也看到了，关于这一切是张女士让刘强所骗的。原来一切都是渣男搞的鬼，渣男去死！不要脸的渣男，退！欺骗人家小姐姐，坐牢去吧你！该负的责任我一定会负的，但是朵朵现在怀孕，医生说现在也不宜移动，我也想负责，确实也没有办法。刘女士啊，一码归一码，我们今天来呢是解决另外一件事情的，人身伤害。陈大律师真是会避重就轻啊！敲诈勒索未遂，现在又来个人身伤害。刘女士，事实胜于雄辩。张女士怀孕是事实，先兆流产也是事实，而这一切都是发生在被你家狗捅下之后，并且语言激烈、步步紧逼之后的后果。一个18岁的孕妇，在你家里被狗吓得下体出血，网上的几万双眼睛可都看着了。他们上门勒索，
我自证清白。难道我还要去管一个骗子的人身安全吗？刘女士，你心可真是够狠的。法律之外还有人情，你也是律师，你明知道她是个孕妇，还采取这种激进手段导致对方流产，这就是防卫过当，甚至是过失使人重伤。陈律师，你这是偷换概念，婉晴才是受害者。我看你是想利用舆论进行道德绑架吗？这位前夫先生是吧？道德绑架的前提是道德，而现在是一个小生命正危在旦夕。妈，我肚子好疼。吕万晴，我外孙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跟你拼命！刘女士，我呢是来解决问题的。现在去医院，如果流产，张芬铁定会赖上你，到时候天天在你们家门口拉横幅，你下半辈子都不得安生。所以，我提议，不如大家各退一步，张朵朵不宜移动。况且呢，又是在你们家受的伤，不如就让她在此静养保胎。真是荒谬至极！张朵朵在谁家养胎，都不至于在婉晴家养胎吧？话可不是这么讲的，她在此养胎对大家都有好处，你再出点营养费，这事儿就算翻篇了，既保全了你的仁义道德，也保住了你的名声。孕妇是无辜的，尺度就大点吧。有钱人房间这么多，建间房算了，成全一条小生命不好吗？这就是个连环套，拒绝我就是冷血无情致人流产，答应就是引狼入室。让他们住进我家，就是你提出的条件。不，这只是我的一个善意的建议。当然，你们也可以走法律程序，不过那样的话，这场官司打下来，好像是需要个1年半载吧。恐怕到那个时候，你的名誉扫地。卢女士是个聪明的女人，知道该怎么选。婉晴，不能答应，这分明就是引狼入室。与其让他们背后放冷箭，不如让他们在我眼皮底下盯着我，倒要看看他们费尽心机住进我家，到底要知道什么。可是，这是我的地盘，我做主。怎么样，刘女士，考虑清楚没有？当然，我们也可以去医院，到时候会拿着鉴定报告去治安局聊一聊。既然你们费尽心机想往笼子里钻，那我就成全你们，引狼入室，谁是狼还说不定呢。好，我答应。早这样不就好了吗？朵朵，走，我们回房间歇着去。等一下，你们住进我家，就要守我的规矩。第一，你们只能住北边的客卧，除了客卧和客卫，其他区域必须保持整洁，不许乱搬乱动。第二，你们不准进我的主卧，还有我的书房。如果你敢踏进去半步，或者想要窥探我的文件，那我们这就不是民事纠纷，而是刑事案件。谁喜欢看你的破文件？第三，刘可乐也是我们家主人之一，他受过专业的训练，领地意识极强。如果你们怕被咬的话，最好离他远一点。如果他觉得受到了威胁，想要攻击，可乐，告诉他们后果是什么。哎呦妈呀，这死狗！好，没问题，一言为定。我现在住别墅呢。啊，对，就是那个刘婉晴家。我和朵朵之前不是住在他隔壁吗？他有钱着呢，你有空来玩啊？喂，那可是婉晴的面霜，很贵的，你怎么不问自取啊？奶奶，我就用了一点点嘛。阿姨那么有钱，她不会在乎这些东西的。再说了，我现在是个孕妇，皮肤很干，得用点好的东西。就是，本来就是你女儿用狗吓得我闺女差点流产，你们负责是应该的，用点面霜怕什么？朵朵啊，别理他，用。妈，可乐的进口粮没有了吗？没吃完呀，还有2大袋呢。我看他狗粮啊，真是浪费，就给我亲戚啊拿去喂猫了。
这呢是我买的，又便宜又大碗。可我这畜生吃什么不是吃？哎，畜生！干嘛？你还真要为了这条狗打人呐？那你来呀！你要是敢动我们娘俩一下，我就立马去告你故意伤害，你信不信？你要做什么？你敢打我！敢动我儿子的狗粮，我打的就是你！可乐，受委屈了啊，妈妈给你开罐头好不好？给我等着！哼！嘘，这锁看来挺高级呀，像是指纹的，得想办法弄到那死丫头的指纹。可乐怎么瘦了？毛发也不了了。张芬偷偷换了他的狗粮，还好我发现的及时，但还是委屈可乐了。这肯定是他故意的，他想让可乐生病，少一个监视他的眼线。没错，可乐的鼻子太灵了，什么小动物都瞒不过他。哦，对了，阿杰，这是我托我朋友查到关于陈浩的一些底细，你看看。陈浩，专攻领域遗产继承纠纷、邻里关系纠纷。对，陈浩在业内名声极差，同行都称他为秃鹫。他专门处理一些特殊的灰色案件，俗称吃绝户。仔细讲讲。他的目标很明确：独居单身女性、丧偶和子女在国外的老人，还有那些和原生家庭失联的富豪。方法呢也是如出一辙，先制造纠纷，比如漏水、噪音，以及像你这种污蔑和侵犯，让那些受害人处于长时间的骚扰还有精神内耗，利用社会舆论和法律漏洞，让受害人签订一些不平等的和解协议，甚至低价转让房产。难怪从他们第一次来我家，他们就开始估算我们家东西的价值。原来这不仅仅是一场碰瓷，而是一场有预谋的围剿。喂！看来我不仅仅是被讹上了，而是被盯上了。婉晴，5年前是你挡在我的身前，但现在，不管敌人是谁，换做我做你的挡箭牌，好不好？好。当然，还有他。婉晴，这是我托朋友深挖了陈浩近2年的代理记录，发现有将近12起高度相似的案件。12起，全部都是单身且独居的女性、丧偶、子女在国外的老人，还有一些直系亲属感情断裂的富豪。那这些案子的结果呢？将近有70%选择庭外和解，赔一大笔钱，息事宁人，而剩下2-3成，其中有2件在开庭期间因意外死亡。他们的资金和房产随后通过看似合法的遗嘱或债务抵偿，转移到了陈浩关联的皮包公司名下。他们这是吃绝户，谋财害命。没错，他们像秃鹫一样，精准地寻找到那些社会关系薄弱的肥肉，先是利用纠纷使其孤立，然后通过社会的舆论和法律的漏洞将其吸干，最后吃干抹净。这个是张路的耳环，他刚刚在偷听。王姐，你现在处境非常危险，在同一个屋檐下，他们可能随时对你动手脚。急了才能露出破绽，我奉陪到底。可乐，从今天开始，除了我，任何人踏进这个房间一步，给我咬！蠢货！我让你去听墙讲，你把耳环落在那里做什么？现在好了，那姓刘的肯定知道我们在使坏了，你是不是猪脑子？妈，我不是故意的，我刚才太紧张了。妈，我不想干了，我怕刘婉静她还有那条狗，要不我们还是算了吧。算？你现在跟我说算？咱们要是不从姓刘的这里弄到钱，你让谁帮你养孩子？你那个没用的混混前男友吗？可是陈律师他根本不会再管我们的，他都有老婆了。闭嘴！我跟你说可多少
少次？你先是烂在肚子里，不许再提。陈律师说了，只要咱们配合他，把刘婉晴搞臭，逼他低价把房子和财产转让出去，他就分给咱们30%，那是几百万。有了这笔钱，你还怕养不起孩子吗？真的，他真的会给吗？他敢不给？咱们手里可是有他的把柄。行了，赶紧睡觉。可乐，宝贝，让妈妈听听他们都说了什么悄悄话。果然，原来张朵朵肚子里的孩子跟陈浩有关系，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陈浩会亲自下场，甚至不惜动用这么大的阵仗。这不仅仅是求财，还是帮自己清理门户。可乐今天真棒，立了大功。他出去了，我在门口守着，你赶紧去。你来干什么？我妈今天不在家，你别想欺负我。多多，别怕，我不是来找你算账的。你少装好人了，不就是想来套我的话吗？我告诉你，你死了就想信吧。是什么都不会说的。多多，我不会问你什么问题的，我只是想跟你聊聊天。你现在18岁吧？现在不是应该在学校读书吗？阿姨知道你不是一个坏孩子，是被你妈还有陈浩给利用了。你有没有想过这出戏到最后最受伤的到底是谁啊？什么意思？多多，我觉得你应该要为你的未来考虑。你妈和陈浩都只是为了钱，而你呢，会背上一生的骂名，你的身体也会毁了。现在你肚子里还有一个小生命，你真的做好准备对他负责任了吗？实话告诉你，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谁的？不能说，我真的不能说，妈会打死我的。是陈律师的，对吗？是的，就是他。我妈带我参加一个饭局，说这是什么大老板。陈浩那天也在，秘密的管我紧。后来我妈就出去了，只剩我跟他2个人。我根本不是自愿的，我反抗了，但是他的力气真的很大。多多，你想清楚，陈浩他是有家室的，他真的会为了你去离婚吗？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陈浩跟我说，只要我听话，配合他演这出戏，之后他会给我一笔钱，让我去国外把孩子生下来。空头支票你也信吗？你帮着他诈骗，等孩子生下来了，就是你去坐牢，他去逍遥啊！可我能怎么办？我现在怀着孕，学校也回不去，家里又没有钱。我要是再不听他的，我妈真的会打死我。哎，你不能进去。张朵朵，妈，死丫头，我让你胡说八道，我养你有何用？吃你扒外的东西，老娘是为了谁啊？还不是让你过上好日子？你竟敢出卖陈律师！让开，这是我家。好啊，刘婉晴，你放狗吓我女儿还不够，你现在动手推她。120马上来，你坚持一下，别害怕。喂，不许打！她可是你的女儿，你污蔑我，推了她就算了，你现在连你的女儿都不救吗？我躺着，别动，我给陈律打电话。医生，怎么样？胎盘剥离迹象明显，现在是高危状态，病人绝对不能移动，甚至坐起来都不行，必须原地静养保胎。刘女士，虽然你们各执一词，但是张朵朵确实是在你们家受的伤，而且现在有生命危险。从法律意义上讲，如果你现在将其强行驱赶的话，导致流产，你这属于间接性故意杀人。刘女士，我是咱们物业李经理，陈律师让我过来调解的。咱们这个小区啊是高端社区，你这万一要是弄出点人命来，弄得大家多晦气呀，是不是？你这么大一个别墅，好几百平呢，你空着不也是空的吗？刘律师，我跟你说，你是大律师，你这跟光脚的计较什么呀？万一弄出个1尸2命来，你的职业生涯不就毁了吗？我跟你说，我这都为你好啊。就是，
医生和物业都发话了，我们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养着，直到我亲孙平安落地。陈浩，这是你的主意吧？我只是在维护我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既然医生说动不了，物业也说要和谐，那你们就住在我家。但是张芬，你记住，是你自己赖着不走。算你识相。妈，把2楼的防盗门锁好，1楼归他们，2楼归我们。既然你们喜欢这座牢笼，那我就成全你们。那谁，把这些手洗了？张大姐，我是看在孕妇的份上，不跟你计较，你别太过分。过分，他大姨，你闺女把我女儿害成这样，让你手洗2件衣服，怎么了？师傅进来。干什么？这是干什么？师傅，就安在那个楼梯口，隔音棉也要装上。我不想听到1楼有任何声音。好嘞，半小时搞定。刘婉晴，你疯了吗？我们在养胎，这么大噪音，你想真做孙子？妈，上楼。不许动，饭还没做呢。朵朵饿了，我们要吃 M9 牛排，还有燕窝。饿了。你在干什么？医生说不能移动，没说我要滚蛋啊！你这是虐待！我要报警！我要告诉李经理！哎，你刘婉晴，你个杀鸡刀的，你连水都给我断了！妈，我好饿。吃，就知道吃！那丫头把冰箱给锁了。妈，要不咱们还是走吧？这哪是享福，这是分明就是坐牢。不能走，走了那200万就没了。他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他好过。既然他软硬不吃，那我就找个能治他的人。等一下出去的话，给萌萌买一点她需要的东西吧。哎呀，闺女，刘建国，我总算找到你了。闺女现在出息了，都住这么豪华的大房子，你就不管你亲爹死活了？刘建国，你来干什么？咱们俩已经离婚20年了。离了咋的？离了血缘能断得了吗？她可是我的找我亲闺女。闺女，你穿的这么豪华体面，谁不带爸上去吃顿好的？你走不走？不走我叫保安了。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我可是你亲爹呀！早在你输光我们家的钱，把我们母子赶出家门的时候，我已经没有爹了。哎呀，哎呀，没天理啊！闺女不认爹呀！那是刘律师的父亲吗？怎么穿成这个样子？看着挺可怜的，这怎么还不认亲爹呢？大家都来看呐！这闺女住豪宅开豪车，就不管他爹的死活，我复活了！搞什么呢？这，物业调解队来了！哎呀，刘律师，你这是干什么？怎么闹成这样？像话吗？这是？你这是管这的领导吧？还来帮我评评理啊！我辛辛苦苦把闺女养这么大，他自己住豪宅开豪车，却是他亲爸，我随大姐呀！再怎么说这也是你亲爹呀，你怎么能放他不管呢？这传出去多不好听啊！不知全貌，不予置评，这句话你听过没有？再者说，这是我的家务事，我既没有扰乱社区秩序，也没有违反规定，这应该不关你个人还有物业的事儿。我们物业的宗旨就是创建和谐邻里，维护社区稳定。你们这个小家的和睦，它直接影响了整个小区的风气呀。虽然是你们自己家事，但它也是大家的事。这大家的事，我们能不管吗？我们肯定得管呐。就是这么个理儿啊！你说要是都跟他一样冷血无情，不管亲爹的死活，那这个社会还有什么人情味可言呢？啊！你是社会精英，你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你这老父亲都这样，你忍心看他流落街头吗？还说你怎么在社会上立足？我跟你说，我这都为你好。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身为儿女怎么记仇呢？闺女穿的那么好，给这一口饭吃怎么了？你们站着说话不腰疼，我跟婉晴让他往死里打，干的辛苦钱
可拿去赌了，但是我冤下丧，会就是你们，我给这样的畜生压哪吗？你们这么有爱心，那你们就把我这个混账爹接回家住好了。刘律师，你这样我就得说你2句了啊！这爹是你自己的亲爹，那肯定得你自己管。我们就是给你提点建议。你说你这，你是不管老子，老子天天去你律所了，闹得你不带你。果然是陈浩找来的，我就说刘建国消失了20多年，怎么会突然找上门来？原来是有人给他指引啊，看来他是等不及了。爹，漂亮，快起来，来。李经理说的对，之前是我太不懂事了，还在纠结过去的事情。既然我爹已经找上门来了，我怎么会不管他呢？我就说刘律师是个孝顺孩子，不赶紧给领屋去吧。爹，咱们进屋吧，家里有好酒好菜，还有空调，我都给您补上。既然你想进这个家门，那我就成全。这就对了嘛，还得是我闺女。我可要好心提醒你一句，进这个家门容易，想要出去，那可就要脱一层皮了。我跟你说啊，这几年老子在外边没少吃，身体造的不行啊，血压高了，这身边离不开人，所以我特地聘请你张姨为我的贴身保姆，负责照顾我的起居生活。保姆？谁付工资啊？哇，你有赡养义务，保姆费当然是。就是刘律师，我现在可是刘大哥聘请的住家保姆，劳动法你懂吧？我在雇主家居住啊，是合法的。保姆啊，那就好好干活吧。哎，北天赶紧通了，忙不要做饭，不然老子去律所告你虐待老人。刘哥，咱不是说好了吗？我只做饭，不洗这臭袜子。大妹子，你洗洗手了，等这房子一到手，哥给你买大金戒指啊！那就看你的本事了。陈律师可说了，要是能把他逼走，你这别墅早晚是我的。刘叔，来敬你。刘叔，看您这气度，一看就是当家做主的材料。但是这个刘律师防你怎么跟防贼似的呢？连2楼都不让你去。不孝，早晚收拾。刘叔，你得为自己以后打算。这刘律师他也不小，万一有一天他再嫁人，你这不竹篮打水一场空吗？你得有个自己人，继承香火。自己人？多多，来，叫干爹。干爹。刘叔，这朵朵肚子里可是个男孩子，如果你认了这门干亲的话，以后这房子不都在咱自己人手里转悠？哦，对。哎呀，好孩子，正好我没儿子，那我就把他肚子里儿子当个眼儿的养。从今儿起，朵朵就是我的干女儿，直接就跟我有亲缘的关系啊！是吧？说，谢你。哎呀，朵朵就是会吹哈。站住！现在家里人也不知道打招呼啊。家里人？朵朵，我刚认的干女儿，以后就是一家人了。刘婉晴，听到了吗？朵朵肚子里的那是刘大哥的干孙，你这个当姑姑的，是不是得表示表示？干孙？那是你认的，我可没有这样的干妹妹。少废话，朵朵是咱家人，赶紧把你那什么 M9 牛排、燕窝啥好吃的都拿出来。还有啊，见面礼不能少，先给个5万块，意思意思。5万，真好意思开口要？要钱没有？要吃的自己买去。
让你不给老子钱，把那些东西都给你卖了。这个不能卖，这是可乐推车。闪开！小狗坐什么车呀？比人还娇贵呢！老子腿脚不好都没车坐，撒手！我要去还烟去！撒手！撒手！叫什么叫？再叫把你舌头给割了！来，多多，把那个狗盆给我拿过来。我看那个是不锈钢，也能卖几个钱。妈，那都是可乐舔过的，脏死了！脏什么啊？那可是名牌狗盆，洗洗，原来是个果盘。快去！你们这是造孽！晚晴回来不会放过你们的。回来正好啊！我正要把这狗弄出去换了炖肉吃呢。既然你舍不得，那就拿钱来赎啊！妈，可乐怎么了？被他们给吓到了。还有你的咖啡机、可乐的推车，都要被他们拿去给卖了。卖了咋了？是没钱花了，卖了家里的破烂怎么了？就是，一家人分个。嘴巴放干净点，谁跟你是一家人？刘大哥，你看他。妈，我们带可乐上去。站住！明天给我准备5万块钱，不然我把这死狗扔出去。对，还有多多的燕窝。尽情的闹吧，明天我就让你们知道后悔2个字怎么写。别吵了，给钱，5万块。今天不给钱，老子把栏杆锯抽上去。妈，停下。钱，妈受不了，给他们钱算了，让他们走吧。妈，别怕。钱呢？5万块，少一份老子继续打。刘建国，我见过那么多可惜的人，他们跟你比起来，都还算是个人，而你，就像一个连去都绕不走的腐肉。我们要的不多，5万块钱买个清静，多划算啊！我的资产已经被冻结了，是因为打了一场不该打的官司。你们想要5万块钱，做梦都比找我要来得快。什么？你敢耍老子？你没钱住这么大的房子，没钱你还养狗？信不信我一把火把这房子给点了，大家同归于尽？好啊，那你就烧啊！我倒要看你把这房子烧了，对你有什么好处？不过你想要我这房子，也不是不可能。你说什么？这套别墅市值3500万，我可以过户给你。过户给我？大哥，几千万的房子，但我有一个条件，只要房子归我，啥都好说。我要带我妈还有可乐出国，永远不再回来。但我需要300万现金。何建国，我把房子给你，哪怕你马上去转卖掉，也可以卖到2000多万。我只要300万现金，你还剩2000多万，这笔买卖你会算吧？真的？你没骗老子吧？陈浩不是律师吗？你可以让他起草一份协议，只要我拿到300万，我可以立马过户，马上离开。大哥，快答应啊！房子，房子，房子。那就让陈浩尽快来吧，我1分钟也不想看到你。房子是我的了，房子是我的了。是，哎呀！300万，必须要给他300万，那房子就是我的了。可是价值3000万的大别墅啊，翻了10倍都不止。陈律师，你快算算，这套房子卖了，咱们能分多少？等这房子到了刘建国名下，怎么拿捏这些蠢货，还不是我说了算。刘叔，你也别高兴得太早。他刘婉晴的条件就是没有300万现金，他是绝对不会签字过户的。我这兜比脸都干净，上哪整300万去啊？陈
陈大律师，你有钱呐？你先借我，等房子一卖，我双倍还你。哎呀，刘叔，我也想帮你啊，但这300万也不是小数目，我的钱都在基金里，我这一时半会儿他也拿不出来呀。哎呀，那咋办呢？到嘴的肥肉不能飞了吧？沈阳都可说了，要是钱不到位，他就死耗着。哎呀，刘叔，这活人还能让尿憋死？我虽然没有钱，但是我认识一家投资公司，他们专门做这种过桥贷款的。到时候你可以把这房子拿去抵押，先找他们借300万，先把刘婉清打发了，到时候把房本拿到手，再把房子一卖，本金一还，剩下的几千万不就都是你的了吗？利息高吗？像这种急用钱的公司啊，利息肯定是比银行高一点。不过你想想，那房子可是值几千万呢，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借，必须借。等房本一到手，那利息算个屁呀！那行，刘叔，您在这里签个字。我是您的法律顾问，我还能骗您不成？好，这边拍。您再摁个手印。这个。那钱啥时候能到账了？哈，很快很快啊！鱼上钩了，陈浩刚给放贷的打了电话，预约借款。那个放贷的是陈浩洗钱链条上的一环，只有资金流动，金枝那边就能锁定证据。万钱，这步棋走得很险，万一他们狗急跳墙。你放心，他们现在只会忙着分赃，没空咬人。哦，对了，协议准备好了吗？放心，这份协议里我埋的雷，就算他们签了字，没有你的最后一道授权，房管局那边是过不了的。他们拿到的只是一张废纸。好，那就让他们拿着废纸做发财梦。啊，这是首付，剩下的250万，明天转账。刘律师，这是房屋赠与及债务免除协议，您看看，如果没问题的话，您在上面签个字。签了字以后呢，这钱归您，房子归刘叔。我需要增加一个条款，鉴于此前张朵朵女士在网上对我的名誉造成了损伤，我将在3日后进行公开直播交房仪式。我交出房本，张芬母女当众澄清谣言。直播结束之后，房屋才算正式移交。公开直播，正好有了全网见证，以后他想反悔说被胁迫也没用。这房子洗得更白，合理。还有，我让他们立刻搬出我家，我不想在办理过户的时候还看见他们。凭什么让我们搬？我是保姆。行，大妹子，咱先去酒店住2天，等房本一到手，我8抬大轿接你回来当女主人。妈，这个房子住得很舒服，我不想离开这儿。我不。小不是策乱大呀！等房子到手，你还装没听出？行，刘万晴，等我回来那天，就是让你扫地出门的时候。刘律师，这人走了，直播也答应了，你是不是该签字了？哎，别急呀，这只是意向。等你的250万到账了，合同才算生效。那是自然。刘叔，咱们走。10万、100万，整整250万了。
老子一辈子还没见过这么多钱呢。刘叔，这钱是到了，但这可是按天计利息的过桥款啊，一天利息要好几千呢。你赶紧把钱打给刘婉清，让他把房本给你，咱们好过户卖房还钱。几千块算个屁呀！等老子把别墅卖了3000万，我拿钱砸死他们。没错，人家刘先生现在可是千万富翁的弟子。不，现在该叫刘总。对于刘总来讲，这点利息那简直就是毛毛雨呀！转，马上转！这死丫头，拿了钱赶紧滚蛋！蠢货，背上高利贷，这房子最后只能抵押给我了。妈，钱到账了。婉清，这房子真给他们了？放心，房子只是诱饵。怎么回事？不是说好过户钱不进来的吗？跟流氓讲道理是讲不通的。他们既然打了钱，就1秒也不想等。钱我刚刚收到，你们就着急搬进来。明天直播之前，这个房子还是我的。你就说钱到没到账吧？300万一分不少，老子想什么时候进就什么时候进，想让谁住就让谁住。就是，刘婉晴，钱都拿了，还霸占这2楼不放。我要是你呀，现在就夹着尾巴走人，省得明天直播丢人现眼。朵朵，你也这样觉得吗？没错，我妈说的对，有了钱就什么都有了。她上学做什么？我之前就是被你忽悠了，现在才发现还是我妈对我最好。刘律师，刘先生确实是心急了点，不过咱也不差这1天了，是不是？您就通融通融，我们物业也难做，你总不能把业主亲爹拦外边吧？随便你们，反正也最后1天了。不过我好心提醒一下你们，明天的直播全网公开，如果你们不想在几百万人面前丢脸的话，尽管闹。刘哥，我敬你。谢谢妹子啊。刘哥啊，明天直播一结束，那死丫头1签字，咱是不是就能把房本领了？那是陈律师跟我说了，你几个熟人可以嫁接吧。妈，干爹，那以后这大房间就是咱们的了。必须的。这死狗，叫丧呢！吵死了！你让那死丫头滚蛋，让他们狗一起站倒。太早，那是便宜他了。刘哥，陈律师私下跟我说了，那死丫头啊，聪明得很。明天直播怕她耍花样，那咱们得想个办法让她彻底没了心气。啥办法？那狗啊是她的命根子，要是今晚这狗突然意外死了，她明天肯定哭得跟鬼一样。到时候直播还不是由咱们摆布？杀狗啊！我从老家带来的耗子药，本来呢是放老鼠用的，正好给它用上，但在火腿肠里，神不知鬼不觉。没错，咱们这是在帮新家除害。我不去找你，难道送上门来？可乐，刘可乐，下来吃肉肉啦！算了，扔进去他早晚会吃的。谁啊？张朵朵，你大半夜的不睡觉，来给我们家可乐送夜宵啊？我不是怕饿了吗？你能有这么好心？爱吃不吃，不吃拉倒，回去睡觉了。好狠的手段，玻璃渣划破肠胃，加速毒素吸收，只是想让可乐活活痛死。本来
想给你们留条活路。但既然你们敢对可乐下手，那就别怪我不留情面。感念亲人，房产增富。蠢货，让你弄条狗都弄不走。家人们，前房主下来了，看他这脸色，肯定是昨晚后悔的没睡好啊。既然人都到齐了，那咱们就开始吧。早签完字，您早拿钱走人。磨磨蹭蹭的，赶紧的！今天老子要当着全网的面，好好的教育教育你这个不孝。教育，爸，这一课是我给你上的。少废话，开始吧。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家聘请的法律顾问，我叫陈浩。今天呢，我们将会在这里举行一个小小的仪式。刘婉晴女士深感她父亲的养育之恩，愿意将这个价值1000万的豪宅赠送给她的父亲刘建国先生，以报父恩。对，瞧瞧啊，当代孝道的典范呢！来，家人们，咱把掌声送给这对父女。你懂事了，当爹的我心里呀暖。所以呀，咱当着大家伙的面字儿签了，以后一家人好好过日子啊！哎，别着急啊，陈律师，根据合同规定，在签字之前，我要做名誉澄清。张帆、张朵朵，面对镜头，把你们污蔑、侵犯、纵狗吓人的事实说清楚，道歉。家人们，之前那侵犯污蔑，都是刘强误导了我们。我们家朵朵被狗吓得流产了，那狗啊没吓人，是朵朵自己摔的。是啊，家人们，当时太混乱，我也是吓坏了。刘阿姨，对不起啊。就这轻飘飘一句误会，感觉好假。误会，眼神不好啊，张大姐，我看你是真的眼神不好，不然怎么会把剧毒的老鼠药当成宵夜给我们家狗吃呢？张大姐，你眼神确实是不好，不然怎么会把剧毒的老鼠药当成宵夜给我们家狗吃呢？你胡说什么？各位网友，大家看，这个是昨天晚上凌晨2点，张格格扔到我们家2楼的香肠，里面拌了秀吉蓉和玻璃渣。你是想毒死我们家狗吗？还是说等我签了字以后，想毒死我和我妈，然后抢夺我们的房产？我操，好毒！细思极恐，这人是恶魔吗？这是谋杀吧？刘女士，你这是污蔑，一只火腿肠它能证明什么？谁知道是不是你自己拿出来故意陷害的呢？不孝女不想给房子，全弄出这个脏东西来污蔑栽赃。栽赃？看来一包毒药并不能让你认清现实。你们说我这是污蔑，这是一个误会。好啊，那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真正的理由到底是什么。朵朵，屋子里的孩子是谁的？我真的不能说，我妈会打死我的。是陈律师的，对吗？就是他。那天我妈带我去参加一个饭局，说的是什么大老板，陈龙那天也在，拼命的灌我酒，后来我妈就出去，只剩下我跟他。我真的不是自愿的，我很痛，力气真的很大。陈大律师，这个就是你所谓的家庭纠纷吗？花100万让一个女大学生碰瓷，利用舆论逼死业主，通过高利贷来套取房产，这笔生意做得可真好。关掉，快关掉！这都是假的，这都是 AI 换脸。李经理，快拉闸去！我这就去。谁敢动？李经理，你要是敢拉电闸，我马上把你作为物业经理收贿的事情告诉大家。大家千万别信，这就是 AI 换脸。以现在的技术，什么伪造不出来？刘婉婷，她是律师，她最会伪造证据了。说，你现在就签字，签了字，这套房子就是你的了。怎么整的都行啊。
你千万别被他误导了，说。张梅霞，那视频啥意思？你跟我说，朵朵肚子里的孩子是我孙子，咱们成了传好的一种了。刘哥，那是假的，你别信，是刘婉晴，她 P 的图。P 图？朵朵刚才自己承认自己是 P 的吗？老子把你当亲人，你把我当娃娃呀你！老叔，不说，现在重点是房子，只要房子落不到你名下，孩子是谁的重要啊！房子重要啊！几千万，你不打算要了？房子，你先把房子弄到手。刘女士，这场闹剧该结束了，现在请你立刻履行合约，签字过户。爸，你的心可真大呀！你不仅帮别人养孩子，现在被别人卖了，还要替别人数钱。傻的闭嘴！签是可以签，但是在你背负300万高利贷之前，先看看这一段视频。别放！晚了。那个老东西还真是个蠢物，让他签高利贷他就签，连合同条款他都不看。陈律，那以后他要是还不上钱咋办？那可是好几百万呐。对呀，还谁还指望他还啊？等房子过户到他名下，我们就立刻拿去抵押贷款，拿到钱我们3个分大头。哎呀，好啊！那老刘呢？至于他背了几百万的债，直接把他扔到偏远的精神病院或养老院，让他自生自灭。反正他就是一个烂赌鬼，没人会信他说的话。陈律这招杀猪盘玩的可真溜啊！那老头啊，也就是个一次性的工具人。天哪，这是诈骗，是杀猪盘！这老头太惨了，背壳到底裤都不剩。我靠，全员恶人啊！刘叔，这都是合成的，他在挑拨离间，刘叔。工具人，送精神病院。300万的高利贷，想着最后一家我们替代。刘叔，你听我解释，刘叔。我打死你个王八蛋！打死你个王八蛋！哎，李经理，着急走啊！虽然治安队的人来了，但你的精彩画面还没播呢。刘律师，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是陈浩，他撺掇我做的，我本来也不想这样啊！我求求你别放好不好？我就是想让大家看看，一个物业经理为了2万块钱的咨询费，联合诈骗团伙，断水、断电，迫害业主。这是2万块，该怎么做清楚吗？陈律，您放心，别说是断水断电，就是把刘婉晴家的下水道堵了都没问题呀，只要咱钱到位啊！完了，全都完了！动手！放开我！你们干什么？这是主谋陈浩，他涉嫌巨额诈骗，违法经营高利贷、教唆、勒索，甚至是故意伤害。你放开！我是律师，有权保持沉默。他们那些视频都是非法采集，根本不作数。这个是全屋监控的原始文件，已经做了哈希值校验，具有法律效力。还有这个是张芬投毒未遂的物证，上面有他的指纹，里面的成分是嗅鼻龙。不关我的事，是陈浩让我干的。他说，只要这狗死了，刘婉晴就会崩溃千次。我是被教唆的。你给我闭嘴！你别血口喷人！你有证据吗？我有录音，就怕事成之后你不给我钱。我每次打电话都录了音。治安员同志，我举报，
陈浩还让我收买医生，给朵朵开假证明。陈浩，这个王八蛋，背上高利贷，还送老子去精神病院，我杀了你！老实点，之前故意伤害和敲诈勒索，跟我们回去慢慢说。闺女，我是无辜的，爸也是受害者呀！我求你，给治安员同志说一声，爸不知情啊！千万不要，这房子我也不要了。爸，我不想坐牢。我之前就提醒过你，想进这个家容易，想出去就得脱一层皮。这300万高利贷，字是你亲手签的，钱也是你亲自转的，这笔债你就在牢里慢慢还吧。终于结束了。是啊，垃圾终于清理干净了。家里乱成这样，这得收拾到什么时候？没关系的妈，家里没了脏东西，收拾起来很方便的。顾总，什么时候学会的这些啊？我记得你以前连个灯泡都不会换的。以前是以前，这5年都是我一个人过，什么都得学啊。其实这修补房子和修补关系一样，得有耐心。那你倒是挺尽职的哦。哦，对了，文琪，陈浩留下的烂摊子，不仅仅是这栋房子，他那边的财务流水极其复杂，金针那边可能需要你的配合，再补充一些资料。我昨天晚上看了你整理的卷宗，有几处漏洞。漏洞？对，陈浩利用高利贷合同进行诈骗，虽然签了字，但资金流向才是关键。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资金最终流向是陈浩的专属账户，刘建国签的那份合同在民事上依然有效。也就是说，300万的债务刘建国还得还。你对内部操作流程是不是太熟悉了一些？我以前是外记的负责人，熟悉当然正常。陈浩做的那些假账，在5年前就已经开始了。那个时候你总是一下班回到家就倒头就睡，还说公司业务忙，原来你忙的就是这些啊！那时候我其实就已经发现了一些端倪。端倪？5年前你非要跟我离婚，你说是因为你身体不好，不想耽误我。可是我看你现在这个经历，看着也不像身体不好的样子呀。王姐，我们现在首要任务应该是把案件了结了吧？旧账以后慢慢算，好不好？婉琪，那律师说陈浩虽然被抓，但是我签的那份借贷协议，因为那钱确实到了我的账上，属于民事借贷呀，那300万还得还，那可是300万呢！我的养老金账户已经被冻结了，法院说还要拍卖我老家的房子。哎呀，闺女，你救救爸呀！那钱不是在你那儿吗？你快拿出来，把爸给还上！我求求你了！刘建国，你给我听清楚了，那300万是涉案赃款，我已经全额交给经侦大队了，作为陈浩诈骗的证据。什么？上交了？你这个白眼狼！你是要逼死你爸呀？为什么不把钱给你爸留着？逼死你的不是我，而是你的贪婪。况且，我现在已经没有电了。刘婉晴，你会受报应的你！做得对。如果因为这次心软帮了他，那他这辈子会像魔鬼一样缠着你。让他背点债，就是对他最好的惩罚。我只是觉得很荒唐，事到如今，他还觉得他自己什么都没有做错。有些人是改变不了的，我们能做的，就像这种人离他远远的，过好我们自己的日子。这是我整理的资金回还证据，有了它，法院会认定刘建国是诈骗受害人。虽然本金
会得到清算，但是他不用还高额的利息。这是你作为女儿帮他做的最后一点事了。还真是便宜他。刘婉晴，刘律师，我求你，让我们进去吧。刘阿姨，我肚子疼，我们现在身无分文，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陈浩那晚把他进去之后，也没有人再管我们。求求你，让我们进去住2天好不好？住2天？张芬，你是不是忘了，你前几天还往我家扔老鼠药？这不是没吃吗？再说了，我都坐牢抵罪了，咱们好歹也是亲戚。亲戚？那好，你在我家居住期间损坏的家具、偷喝的藏酒，以及弄脏地毯的清洁费，合计人民币12万8千元。我限你们3日内还清，如果不还，我会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张朵朵，你还年轻，如果背上了失信被执行人的名号，你以后的孩子上学都会受影响。12万，我们要是有钱，至于求你吗？哎呀，我不活了！大家快来看呐，大律师欺负人了！张女士，这里新装的监控是高清的，并且直连治安局。如果你想多坐几天牢的话，别选择继续闹。寻衅滋事罪，2进公证化，从重处罚。朵朵，我们走。可里面脏，出来！哎，我帮你拿。5年前的报告，顾源一直在骗我，他根本没问题。顾总，再敢查 YG 内部的烂账，小心你这个漂亮老婆出门被车撞了。我们知道他在哪上班，也知道他几点下。顾源，原来当时你那么坚决的离婚，是因为……婉晴，晚上我们吃红烧肉吧。你看，我今天买了。婉晴，你翻我箱子了。顾源，你解释一下。没什么好解释的。都过去了，没什么好解释。你一个这么健康的人，你为什么要装成这个样子？你为什么要骗我？你知道这5年我是怎么想你的吗？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为了面子抛弃妻子的懦夫。婉晴，我宁愿被你当作懦夫，宁愿被你恨，也不愿你倒在血泡里。当年公司内部已经被黑暗势力所渗透，陈浩背后的庄家为了洗钱什么都做了出来。我不想和他们同流合污，结果他们拿你威胁我。那时候你是刑侦律师，刚入行，一腔热血。如果你知道了我会怎么做，你肯定会把我冲到最前面。但是婉晴，我赌不起，我能想到最好的办法，就是解除我们之间所有的联系，让你彻底死心，让你与我这个危险人远远的。当年离婚的时候，我看你哭着离开，你知道吗？我的心比你还痛。但这5年，我看你平平安安的，一直走到现在，我觉得值了。顾源，你真傻！我是一个只能同甘不能共苦的人吗？你以为我会怕吗？但是我怕，这世上我什么都不怕，我怕你出事。从今往后，你不准骗我。无论如何，你都不能推开我。我答应你。本市特大套路贷诈骗案今日宣判，主犯陈浩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太好了，那个陈浩终于遭报应了。终于，所有的危机都解除了。陈浩被判了无期，那他背后的洗钱势力也被连根拔起了吧？对，YG资本配合治安局做了全面的内部清洗，
恐吓我的那个庄家，半个月前在境外落网了。所以，这也就是你敢在这个时候回来找我的原因。危机解除，请求归队。归队可以，但是鉴于你有严重的前科，组织决定对你重新审查。可查期多久？看你表现。行，那从今天开始，我承包所有的家务、做饭、遛狗，以及接送你上下班。婉晴啊，妈是看出来了，经过这么多事儿啊，小顾是个靠谱的男人。既然话赶话说到这儿了，你们俩这到底是个什么章程啊？5年前是假的，那现在是不是该把这儿……慢，食不言，情不语。吃包子，真香。是婉晴吗？闺女。是我，判决书收到了。收到了，缓刑4年，房子还是被拍卖了，还了大部分债，剩下的还得慢慢还。我现在住在桥洞底下的那个工棚里。婉晴，他知道错了，他是被猪油蒙了心了，都怪陈浩那个撒钱刀的。闺女，他现在想通了，还是亲情最重要。我现在一无所有了，你能不能就我点生活费，不用多，几百块就行。爸，赡养费我会按照国家规定每个月打到你卡里，够你租个小单间，你饿不死。谢谢闺女，那我能不能去看看你们呢？不能，爸，有些事情是不可逆的。我可以给你养老，但你也再也不能进入到我的生活里。这栋别墅，还有这个家，以后再也没有你的位置了。以后，你好自为之。妈妈，不能。顾言，我以后没有爸爸了。你有我，有妈，还有可乐，我们都是你家人。18打了，判了缓刑，想借钱，想见面。你答应他了？没有，我只会付给他基本的赡养费，以后他不会打扰到我们的生活。妈这辈子就是心太软，才让他欺负了半辈子。你能断干净，妈也就放心了。阿姨，婉晴，过去的事儿就让它翻篇吧。明天我会让人把家里面锁都换一遍，再装一套新的暗防系统。以后这门只给对的人进。顾总，这么自觉呢？我可没说让你搬回来哦。误会解除了，我该有权恢复同居权益吧？我看你啊，不仅想恢复权益，还想要长期霸占。这是我这几天找人定做的，狗头是可乐，侧面印的是我们名字的缩写。你说那张结婚证保证不了什么，那这张证你不想领的话，咱就不领。顾言，现在的我不需要婚姻的从属，法律的捆绑。如果你愿意以合伙人的身份，我们利益共担，风险共享。就算是风险，我也愿意承担。好，那从现在开始，这间房间属于你们。小顾啊，昨儿你王阿姨又跟我说了，说你们俩这同进同出的，也不办酒，也不领证，到底是啥长证？她说了，她还要给她大侄女介绍对象呢。妈，你告诉王阿姨，她呀已经
经签了卖身契了，终身制的。净瞎说，妈是怕你们没个名分，以后有麻烦怎么办啊？阿姨，名分是给外人看的，日子是自己过的。只要婉晴还在我身边，只要这把钥匙还能开这个家门，我就知足了。行吧，以前啊，妈总想着让你结婚生子，走老路。现在看来，只要不走你爸的歪路，怎么过都是福。吃吧，我也知道你没意见。婉晴，今晚有空吗？听说江边开了一家不错的私房菜，味道还不错。恐怕不行，今晚我要整理证据链，估计要通宵了。那就执行 B 计划，我做饭，公子。顾总现在的厨艺可是越来越精进了，你这是想用美食来腐蚀我的斗志啊？我这是为了你更有力气去战斗，毕竟你要保护好这个世界，而我的话就负责保护你了。成交。曾经我以为婚姻是女人的归宿，现在我才明白，真正的关系不需要一纸婚书来证明，也不需要谁依附于谁。他是我的后盾，与我温暖；我是他的利剑，与他并肩，这就够了。但狗儿子永远是亲生的。